大家好，这期节目要给大家总结下英文地址证明的获取方法。之前介绍的一些工具或者交易所，很多朋友都有在问英文地址证明如何获取的问题，特别是一些没有国外银行账户的朋友来说，更是这样。看完这个影片，你会获得更多的获取英文地址证明的途径，而且对于不同场景需要的地址证明，你也能更加深入，提前避雷。好了，直接进入主题。先讲下英文地址证明的用处，主要是作为认证凭证。注册国外的交易所、电子钱包、虚拟银行都会用到，比如之前介绍的交易所 XMO、电子钱包 AppCashWise 等都需要地址证明。当然，地址证明也需要根据使用场景不同，对应的获取要求和方法也是不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会根据英文地址证明使用的性质和对象进行分类说明，然后也会讲述针对这些性质的地址证明要求如何获取。首先，这里主要分成两类，单向和双向的。单向的话，就是我们给平台的证明仅仅用于注册认证，而且后续平台上的使用不再涉及地址相关的事项，这种就是单向的。这类的使用场景一般如下，比如我们注册交易所如 XMO、KrakenSex、FTX 等，或者电子钱包 @CashWise、PayPal、Paxos， 其中 Wise 是没有打算申请并获取其发行的实体卡时候，还有一些虚拟卡的银行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不打算从这些地方获取实体卡或者收取信件，那这时候就可以归为单向的英文地址证明。对于单向要求的英文地址证明，我们可以使用的材料一般可以是银行对账单，如 Velo 华美银行、瑞讯银行、Wise 等银行机构的账单。这类国外机构开取的证明优先选择，因为直接可用，无需翻译等繁琐事项。再者就是水电煤气单、身份证、驾照等证件。这类证明一般是中文证件，需要经过翻译步骤。具体翻译可以找某宝的服务商进行解决，一般这些商家会知道如何翻译，并且提供相应的模板，毕竟这类业务都是普遍存在的。最后一种就是不想花钱，比较技术的骚操作，这种就是使用上面提到的证明，找到相应的国际翻译件模板，然后使用 PS 技术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对应修改，接着使用地址生成工具生成对应国家的英文地址，或者在 Google Map 上找到一个对应国家的英文地址，然后制作成英文地址证明。毕竟平台也无法验证文件真伪，当然这种类型的处理不一定可行，可以碰下运气。最好的方式其实是使用驾照，然后使用出租车申请获取国际驾照，免费而且效果最好。然后另一种性质的英文地址证明就是双向的，这种性质的一般使用场景如下，比如 Wise 需要收取实体卡的情况，还有一些美国银行比如 Passbook、Citi、美国花旗还有 CED 资本等注册后需要收取实体卡的银行。这种场景不仅需要将注册时认证，而且也需要用来收取实体卡，而且一般这种地址会有额外的要求，比如私人地址、商业地址无法使用，转运地址无法使用。还有如果是美国地址的话，一般需要1583表格公证。美国法律规定用来接收邮政信件的私人地址必须提供1583表格公证。有些朋友问为什么海淘使用转运地址不用公证，那是因为海淘接收的是包裹，而且转运地址也不能接收邮政信件。那么这类的地址及其证明文件如何获取呢？首先我们需要获取真实存在地址，一般是申请机构要求所在国家的地址。这里一般使用租用服务，现在一般使用比较多的地址租用服务商有 Anytime Mailbox、iPostal 等。拿 Anytime Mailbox 来讲，比如我们使用 Anytime Mailbox 用一个美国私人地址，来到网站，这个网站的地址提供是采用加盟商的形式，类似淘宝网，基本在全球各大洲都有加盟商。点击浏览地理位置，进来可以看到有48个州可选择。如何选择地址方面，首先考虑税收政策，美国每个州都有州税，而且每个州的州税是不一样的。只有2个州可以退税，分别是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，但是还有5个免税州，分别是俄勒冈、阿拉斯加、特拉华、蒙大拿、新罕布什尔。
部分的免税的州则是新泽西。考虑管理费用、服务及相关费用是否满足自己要求。经常海淘的和偶尔办张卡、申请美国 PayPal 的需求肯定不一样，对服务项目要求也不一样。避开商用地址，商用地址容易被砍单，有些常用的商用地址也可能被银行和美国虚拟卡服务商标记。如何检查地址是否是商用地址呢？可以通过 USPS 官网工具查询，接下来我会进行展示。选择免税州特拉华州，随便选择一个地址，然后复制信息过来。主要是查询地址的 CMRA 的类型，也就是 Commercial Mail Receiving Agency 显示为 N， 为非商用地址。找到非商用地址后，可以使用 Google Map 街景模式，看下所在地址是否像是住宅地址。选择好地址之后，点击选中的地址进来，可以看到这个地址有5个服务可用。打开扫描、转寄、回收利用、粉碎、当地取货、支票存款的这里没有，一般地址都会提供上面的5个服务。具体需要什么服务，需要自己挑选地址时候留意。转寄的话，这里有列出支持的转运公司，转运的时候需要和服务商联系。然后下面可以看到不同套餐简要信息，有月租和年租，年租是便宜一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同的地址提供商服务参差不齐，需要碰运气，可能会遇到糟糕的地址服务商被漫天要价。这里建议一次租用1个月，如果服务好的话再续租。比如这个地址，月租$9.99的套餐，每个月免费收取30封邮件，每月免费扫描5页文件，转寄每次收$5，收件人是2个。再点击进来可以看到具体细节，每月免费收取30封信件，超出额外收取$0.35一次。打开扫描方面每个月5页免费，超出每页$0.5。转寄的每次$5，运费需要自己付。支票存款这里不支持，不过一般可以扫描或者拍照支票。美国的银行应用可以支持拍照完成存款。回收的话$0.05一次，粉碎服务$0.2一次，其他还有本地存取、物理在线存取等。最后还有接受人这里，可能地址和朋友合租，这里就是支持的人数2个，超出额外收取$10每月。然后就是注册，需要选择房间号，填写真实姓名，然后填写国内的地址信息。这里的地址信息必须和 USPS 1583表格公证的证件一致，一般使用国际驾照翻译件上的地址就行，或者签证上的英文地址。填写完成后需要使用双币卡进行付款。然后就是 USPS 1583表格公证，使用注册信息登录系统，下载1685表格后，需要进行公证。公证 USPS 1583表格必须提供2种身份证明，并且至少1份包含英文地址和相片。可以事先准备好护照和国际驾照翻译件。公证可以使用在线公证合作商 Notarize， 我们这里不建议 Notarize， 他们美国本土支持很好，对国际客户很不友好，不认我们的驾照翻译件。费用$25，或者也可以找第三方公证服务商。上述的视频公证服务商需要收取$50，或者可以到 Fiverr 网站查找1583寻找代理进行公证。无需视频公证，最快当天可取电子档。这里价格可能已经水涨船高了，观众们自己可以自行查看。拿到1583表格公证电子档后，来到第3步，提交公证文档，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邮件通知。Anytime Email Box 大概需要2至3天来审核，通过您的认证。耐心等待认证完成，即可使用您的美国私人地址来收发邮件了。准备好收件地址后，就需要搞定地址证明了。地址证明这块，可以使用 Velo 华美银行的对账单，毕竟只要身份证就能注册。之前注册过的可以修改地址，然后倒出对账单即可。当然，如果账户被关闭，可以使用往期的对账单进行 PS。当然，如果有其他美国银行对账单的话，就更没问题了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。如果你想注册这几款工具，
可以使用我的邀请链接进行注册。这个频道主要讲网络赚钱、境外银行汇款和加密货币相关的一些内容。如果你有想看的节目或者有问题，可以留言。喜欢的朋友请订阅、点赞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